谁能想到眼前的这个庄稼汉竟然能得到皇帝御赐的免死金牌？不仅一家3代都能免死无罪，还给了他1担白银和10座山林，让他这辈子都能够衣食无忧。原来就在3天前，清太宗皇太极外出狩猎，在追赶一只受伤的鹿时，马儿竟遇钩而上，皇太极也因此摔伤了腿，在这大山里面迷了路。好在他找到了一户农家，于是他便上门讨要水喝。就在这时，他发现屋主人家里养了头驴，于是他便提出了借驴之意。随后男人将妻子拉至一旁商量此事，可妻子听后并不答应。我说你傻吧，你不流鼻涕，咱们这院子再加上这几个人也不值这一头驴钱呢，说借就借出去了，不借。妻子的顾虑也不无道理，在这大山里头，一头驴的价值十分昂贵，可男人表示人家的腿受了伤，如今又走不了道，这驴他在值钱也是牲口，人家都张口借了，咱们哪有不借之理啊？再说了，人家只是借，又不是将来不还了。可妻子并不这么认为。要借啊，你借，他在哪儿？他又是谁呀？我看呐，他要是还你块驴肉，指不定还找不着咱家的门了呢。你要借了，我立马就改嫁，不给你受穷。哼！可尽管妻子百般不愿，男人还是执意将驴借给了皇太极，还好心给他指引了出山的路。皇太极看着眼前的汉子十分满意，心中暗藏了一种答谢之情，随后便骑着驴下山去了。怎料妻子得知后大怒，威胁男人要是不把驴给要回来，自己就回娘家。男人见状也只好无奈的下山，打算厚着脸皮问人家要驴。没用一会的功夫，他便追上了皇太极。老哥，你还真是不会骑驴呀，走了这么会儿才走出这么远，我还以为追不上您了呢。而此时皇太极也看出男人追来何意，想必是他家里人不乐意了。好在此刻他已经想起回去的路了，不用骑驴也能回去，让他赶紧把驴牵回去吧。怎料男人听后连连摇头，随即他脱下自己的皮袄垫在了驴背上。他担心皇太极骑久了会饿得慌，要是到了晚上还没走出去，也可以披在身上御寒。皇太极见状本想拒绝，怎料男人此时说道：没啥，一头驴嘛，山里人说借了还能要回去啊？那是人办的事儿吗？说完便将皇太极扶上了驴背。男人的这个举动让皇太极如今对他不单单只是满意，更多的是感动。他当即要跟男人以兄弟相称。像你这样的好人我还是第一次碰到，你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？男人表示自己叫做班德海，而皇太极也告诉了他自己的名字。我叫皇太极。可他一个大山里的人，又怎会知道皇太极是谁呢？如今班德海不仅驴没要回来，反倒搭上了一件皮袄。妻子气得收拾包袱回了娘家，殊不知他马上就要后悔了。3天后，皇太极派出亲王的仪仗来到班德海的家里，虽然没有归还他驴和皮袄，但是赏赐了他10万两黄金白银。而此时双姬留下财源滚滚，都能够心想事成的发大财。不仅如此，皇帝还御赐他自己亲笔御写的丹书铁券，也就是俗称的免死金牌，能够庇佑他一家3代免死无罪。此时的班德海才恍然大悟，之前那个借驴的老人原来正是大清皇帝。而更让他没想到的是，这些东西将会给他招来杀身之祸。